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個相當深刻，而且說實話有點複雜的議題：為什麼在看似進步的西方社會，古老的反猶主義竟然重新抬頭？而這背後又跟我們整個現代社會的基石，也就是自由主義所面臨的危機到底有什麼樣的關聯？好的，今天這一趟分析之旅，我們會走過幾個關鍵的站點。首先，我們會回顧一個被稱為黃金時代的承諾，看看自由主義是怎麼為猶太人打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安全環境。接着，我們會探討，信任的裂痕是怎麼出現的。再來，這部分會比較硬核一點，我們會深入剖析自由主義本身一個充滿矛盾的盲點。然後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傳統的極右派是怎麼開始打出親猶太這張牌的。最後，我們會一起面對這個時代向我們所有人提出了一個大哉問。好，我們直接進入第一個重點。讓我們先把時間倒轉，回到二戰結束後的美國。在那個時代，美國的自由主義可以說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甚至給人一種感覺，它幾乎就要徹底戰勝那長達數千年的反猶主義了。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開端，一個看似光明的承諾。有一段話把當時的氛圍描寫得非常生動。他說，在20世紀末，猶太社群領袖最大的擔憂是什麼？不是迫害，而是通婚。你沒聽錯，他們擔心的竟然是美國社會太愛猶太人了，愛到年輕一代可能會因為跟外族通婚而漸漸失去自己的文化認同。這在猶太人幾千年顛沛流離的歷史上，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罕見的時刻。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成功故事。在戰後短短幾個世代，美國的猶太人就從相對貧困的移民社群迅速的躍升，不僅進入了中產階級，甚至還成為了美國社會建制派的一份子。而這背後的驅動力，其實就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引擎，像是強調個人能力的賢能政治，尊重不同群體共存的多元主義，以及法律對少數族群權利的保障。可以說，正是自由主義這套體制，為猶太社群的發展和安全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接下來我們就要進入下一個關鍵點了。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想，既然過去那麼美好，那到底是哪裡出了差錯？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個看似堅不可摧的黃金時代開始出現了裂痕？這也是我們這次分析最核心的問題。你可以想象，從21世紀開始，一連串的衝擊就像推骨牌一樣，接連地撞擊着西方社會。先是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這件事催生了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炸毀雙子星大樓的陰謀論。再來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讓猶太傀儡大師在幕後操縱美國外交，這種古老的論調再次浮現。然後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雖然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都很小心，但民調顯示有相當一部分的民眾私底下把責任歸咎於華爾街的猶太金融家。再來是2015年的歐洲移民危機和2017年美國夏洛茲維爾市的極右派遊行。你會發現，每一次的重大危機都在一點一點滴地侵蝕社會的信任基礎，也讓那些沉寂已久的陰謀論找到了死灰復燃的機會。與此同時，思想的戰場上也起了變化，而且是來自左右兩邊的夾擊。在大學校園裡，後殖民理論興起，用定居者殖民主義這個框架來分析以色列的聲音越來越大，抵制以色列的 BDS 運動也隨之而生。左派的交織性理論有時候會把支持以色列的猶太人排除在進步的聯盟之外，而在右派那邊，金融家索羅斯則被塑造成一個無所不在、操控世界局勢的傀儡大師。這些來自不同方向的論述壓力，讓過去那個穩固的共識開始劇烈的動搖。好，講完了現象，我們現在要往更深的地方鑽了。到底為什麼會這樣？這部分我們要來診斷一下，自由主義這個思想體系本身是不是存在着一個核心的矛盾，或者說一個先天的盲點。2017年的夏洛茲維爾事件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案例。當時極右派分子在街上公然高喊“猶太人休想取代我們”這種赤裸裸的反猶口號。事件發生之後，很多大學都發表了聲明，
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些聲明雖然都譴責了種族主義，譴責了恐同言論，卻有很多機構從頭到尾完全沒有提到猶太人或反猶主義這幾個字。這不是很奇怪嗎？仇恨明明就在眼前，但大家好像突然得了失語症，不知道該怎麼去稱呼它。這就碰觸到了自由主義一個核心的兩難。為了建立現代國家，自由主義好像畫了一條線，把人的生活切成兩半，公共的我和私下的我。意思就是說，在公共領域，在法律面前，我們都是平等的公民。你的宗教、你的文化，那是你私人的事。在這個框架下，猶太人被要求在公共場合要盡量淡化自己獨特的猶太身份，這樣才能被當作一個跟大家都一樣的平等的公民。但弔詭的地方就在於，當他們恰恰就是因為這個猶太人的身份而受到攻擊時，他們又急切地需要這個身份被看見、被承認，才能獲得法律的特別保護。這種矛盾可以理解為自由主義內部兩個互相打架的指令。第一個指令叫做反分類，它要求國家要像蒙上眼睛的正義女神一樣，保持絕對中立，對所有公民一視同仁，不要去特別標記誰是什麼族裔、什麼宗教。過去猶太人一直都是這個原則的強力支持者。但第二個指令叫做反從屬，它反過來要求國家必須睜開眼睛，要積極地採取行動，去保障那些在歷史上長期受壓迫的少數群體，確保他們不會因為身份而處於弱勢。你看，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你既希望國家對你的身份視而不見，又希望在你需要保護的時候被特別看見。正是因為自由主義在如何定義、如何處理猶太身份這個問題上，始終存在着這種掙扎和模糊，這就創造出了一個權力的真空地帶。這個定義上的真空，就成了一個誰都可以來插旗的地方。來自左派和右派的批評者，都能夠利用這種定義上的混亂，來達成他們各自的政治目的。不管是直接的反猶主義，還是打着反猶主義旗號的政治操作，都在這個空間裡找到了茁壯的土壤。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當自由主義的框架出現了真空，會發生什麼事？一個非常奇特，甚至可以說是相當諷刺的現象就出現了，那就是歐洲的極右派勢力，這些過去的敵人，竟然搖身一變成了新的朋友。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一下。我們可以把歐洲極右派的演變想象成一個公司的品牌再造計劃。過去的老一代，像是法國的勒龐，他們的產品很直接，核心訊息就是猶太人是問題所在，公然必反猶。但到了他女兒這一代，新的領導者，他們進行了策略轉型，他們公開展現出親近猶太的姿態，把主要的攻擊目標，也就是他們新的問題產品，轉向了穆斯林移民，而他們的核心訊息也巧妙地包裝成了我們要保護我們共同的猶太基督教文化。你看公開譴責反猶主義，反而成了他們洗白自己、進入主流政治的一張入場券。那到底什麼是親猶主義呢？簡單來說，這是一種來自非猶太人對於某種想象中的猶太教的熱愛。請注意，想象中這三個字是關鍵。這種所謂的愛跟反猶主義其實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把猶太人視為一個跟主流社會根本上不一樣的一個特殊的群體，而不是把他們當作跟我們一樣的普通公民。這種策略性的親猶常常會演變成一種很危險的遊戲，叫做好猶太人 versus 壞猶太人的論述。也就是說，由我這個政治人物來定義誰是支持我的親以色列的好猶太人，誰又是批評我不忠誠的壞猶太人。他們捍衛一個他們想象出來的以色列，把它當作是猶太基督教價值的堡壘。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匈牙利總理奧班，他一方面跟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稱兄道弟，極度親以色列，另一方面又在國內用充滿反猶符號的語言，大規模地攻擊猶太裔的金融家索羅斯。對以色列的支持成了一種完美的煙霧彈，用來掩蓋他們國內根深蒂固的反猶情緒。好了，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然後進入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一路從黃金時代的承諾談到信任的裂痕，再深入到自由主義自身的矛盾，以及極右派的策略轉變，這一切都把我們帶到了一個非常深刻而且令人不安的終極問題面前。我們這次分析的核心論點到這裡已經非常清楚了。當前反猶主義的浪潮，它並不是一個孤立或隨機的事件，它的背後是整個自由主義秩序的危機。正是這個曾經為猶太人提供安全保障的政治意識形態，現在自己陷入了困境，才讓反猶主義這種古老的病毒有了重新滋長的空間。這就引導出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過去幾十年來，猶太社群對於美國的例外論，對於自由主義能夠永遠保護他們的這種信念，會不會其實只是一個歷史上的偶然，一個短暫的美麗的誤會？而我們現在正在目睹的就是這個幻想的終結。我們今天的分析不會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我們想留下最後一個問題讓大家思考：自由主義還有未來嗎？它是否有能力進行自我修復與革新，去正面迎戰自身的矛盾，並且重新為一個多元包容的社會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這個問題不僅僅關乎猶太社群的未來，也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第一，二戰後自由主義曾為猶太人創造了安全的黃金時代；第二，21世紀的社會危機喚醒了古老的反猶論調；第三，自由主義在身份問題上存在根本矛盾，創造了被利用的真空；第四，極右派巧妙地利用親猶姿態作為政治工具。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核心：反猶主義的再起是自由主義危機的具體症狀。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